坐过牢的都明白，抢劫来钱那叫一个快。这次你接续打劫事业，结果就被关了整整1年嘞，因为你居然去抢了一个当警察的女生，果然够大胆啊！等1年后你出了监狱，本来想好好做人，可是一看口袋里剩下的那可怜的5毛钱，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再试一回，反正糟蹋就糟蹋吧，反正监狱里面有的是吃的喝的。但是这1年里，外面整个世界都变化的翻天地覆啊，各种各样的怪物横行霸道，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鬼跑来跑去，你却啥都不操心，唯独急迫的想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你拿出身上最后的5毛钱，买了一把断掉的桃木剑就出门了。可能是时候有点晚了，你在街上逛悠了半天，愣是没见着半个人影，甚至连鬼影都没看见一个。就在你感叹搞点事都费劲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个影子，那个影子就杵那儿，身上弥漫着一层黑乎乎的气。可惜天太黑了，你也没注意到这些，心里只盼着赶紧填饱肚子。于是你举着桃木剑就朝那影子冲过去，一只手摁住女鬼的脖子，另一只手用残破的桃木剑顶在女鬼的喉咙上，厉声嚷嚷着：举起手来，打劫！把你身上的钱全给我交出来！难以置信的是，那边原本打算抓这只女鬼的几个驱魔人顿时傻眼了，女鬼也惊呆了，完全摸不着头脑。你更是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继续说道：不给钱的话，老子直接把这把剑戳进去！女鬼脸色吓得苍白，眨巴着吧唧吧唧的死鱼眼，显得有些茫然。过了好一会，她才回过神来，原来遇见了个打劫的。躲藏在暗处的几个准备捉拿女鬼的驱魔人们也缓过神来，带头的那位驱魔人神秘兮兮的唠叨：大半夜的出来抢劫，真是个猛男。后面那个女驱魔者也附和道：真丢人，咱们几个驱魔人都犹豫了几个钟头，都不敢对女鬼动手，结果这个小伙子一个人就上了，看来还是个练家子呢。这个女鬼估摸着能值1万块钱呢，咱们这回又白干了，瞧瞧人家这胆量。这时候的女鬼也是乱成一团，她一时之间还真搞不清该咋办，看着眼前这个坦然面对自己这么一个女鬼的男子，而且手上还有把阴森森的桃木剑，这无疑暗示着他并不害怕女鬼，甚至还有足够的信心来迎战自己。仔细考虑以后，女鬼暗自琢磨，千万不能让这家伙得逞啊。于是她开始求饶：别这样，我会给你钱的。声音中满是颤抖，身子仿佛冻僵了一般。女的就是胆小，被自己这么一想，身上都发冷了，看来自己还是蛮有做悍匪的资质。那女鬼在她身上摸搜半天，最后拿出一堆冥币，举着那只惨白色的手臂给你。你拿起那几张冥币，皱了皱眉，瞪圆双眼吼道：你给我冥币干嘛？跟耍猴似的糊弄鬼呢？那女鬼吓坏了，赶紧回应：我就这点冥币了，真不懂你们人类抢我这些破玩意儿干嘛用？你傻眼了？你只有那点冥币？难不成你真以为自己是鬼了？出门在外身上带这么多冥币合适吗？那女鬼一听更火大了，反驳道：什么叫我以为我啊？难道我不是鬼啊？突然她恍然大悟似地点点头，阴森森地对你说：你搞清楚我才是鬼哦！边说边释放鬼气，一股寒冷的气息蔓延开来，吓得你浑身战栗。你吓得直咽口水，心里嘀咕：上帝啊，这也太倒霉了吧！抢劫还能碰到鬼闹饥荒？冷静下来后，你壮着胆子问道：你说你是鬼我就相信了，那你怎么证明你真是鬼呢？女鬼阴笑着回复：看我表演一个给你看就是了，要说扭头，我可是最拿手的了。说罢，她的脑袋就像机械转动一样，瞬间转向你，看得你毛骨悚然。就在这时，你终于意识到自己干错事儿了，后悔无比。你甚至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做坏事了，特别是那种虎口拔牙的事儿。你紧张的假装冷静，硬撑着口气的追问：那你现在扭头就能证明你真的是鬼了吧？要不你干脆把头摘下来，那样我就相信你是鬼。女鬼笑得恐怖，然后2只白骨般的手就抓住自己的头，猛地一提，居然把头扔到了自己的屁股下面，还挤出一副搞怪的表情。妈呀，什么鬼事都聚齐了，我投降好了，不要再玩下去了，我相信你就是鬼。既然你都装逼成功了，那你现在就该消停点了。他狠狠地抬高嘴巴，眼看就要咬到你了。你突然高喊：等会儿，我还有秘密武器给你看。女鬼愣住了：什么秘密武器？你松开禁锢着女鬼的脖颈，慢慢拉开裤链。女鬼瞪大眼睛，期待这个神秘礼物，但下一秒钟，只见一道火爆的水箭从天而降，女鬼瞬间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声，比被硫酸溅到还痛，感觉脑袋都快炸裂了。真庆幸我还是处男，如果我不储备好童子尿的话，此时此刻恐怕我早就人头落地了。女鬼怒极，鬼头想飞回来攻击你，却见你用力将断了的桃木剑抵在女鬼脖子上。别乱来啊，童子尿弄不死你，但是我这桃木剑插进你脖子，你可吃不消。女鬼怒视你说道：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一开始只想打劫，现在我想保命。我没有阳间的钱，而你只要放开我的身体，我就不伤害你。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我告诉你，我坐过牢的，你休想骗我。我一旦放开你的身体，你马上就弄死我，你信不信？女鬼索性不吭声了。你说的对，但是老娘身为一只鬼，能忍那才叫有鬼样。那你到底想咋办呢？女鬼的脑袋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愤怒地质问道。可你也懂得嘛，这么紧捏着人家女鬼的脖子也没法耍酷呀。然后
你从口袋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喂，110吗？我绑架了一只女鬼，现在情况稍微有点闹心，气氛也是给搞大了，我不晓得咋办好了，你们赶紧派人来一下吧。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帮子人，专门跟鬼怪作对的，他们分2种，一种就是官方组织的警察，一种是非官方的道士、和尚、阴阳先生、驱魔人啥的。报警之后，马上就有一个叫做灵警局的官方组织派遣了灵警赶过来。那时候，街上那女鬼的头不见身体，飘在半空，瞪着眼问你：你究竟想要怎么样？他万万没想到你会报警。灵警一到场，像他那样的女鬼就只好乖乖束手就擒了，因为他总是随便吓人尖叫，触犯了人间关于妖魔鬼怪的狗屁条条框框，一定会遭到灵警的严厉打击和惩罚。我啥都不想做，就是打算把你交给灵警，解放我自己。女鬼一脸憋屈的样子。咱俩现在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威胁啊？你拿着那破桃木剑杵我身上，还说你自己不安全，你报个鬼警啊？你当我乐意啊？我要是现在就让你放下手中的控制，以后你不得整死我。那女鬼苦口婆心地说，我已经说过了，你放了我，我肯定不会伤害你。你咂了咂嘴，还是坚持不动摇。你始终手握桃木剑，一动不动地卡在那颗没有脑袋的脖子上面，就算面对女鬼头冒青烟的大声抱怨，你就是不松手。女鬼都快疯了，以往都是她搞事情，今天却被你给绑票了。就在她觉得绝望透顶的那一刻，一辆警车飞快地驶了过来，几个看起来就很威猛的灵警走了过来，瞅见眼前的状况，全都傻了眼，明显也没搞清楚这是啥回事啊。一个带头的队长随手拿起一根密密麻麻刻满咒语还加了符文的警棍走了过来，扫了几眼漂浮的鬼头，再看看被你扣在手里的无头女鬼身体，一脸懵逼地问了句：这是咋回事啊？那女鬼气急败坏地说：她把我给绑架了。你立刻反驳道：你别再瞎说了，这女的大半夜到处吓人，我这是来帮社会除害的。女鬼被你气得翻白眼，你刚才明明说是抢劫，让我把钱给你，你要是缺钱的话，倒是可以去阴曹地府那边讨点。你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个抢劫犯，这边的女鬼都气得说不出话来了，说你几句，你跟她吵得不行，只能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着你。见此情景，那几个警官都表示毫无疑问地支持你说的话，毕竟他们也觉得要把一个鬼给抢劫了这种事简直太扯淡了。这时有个小个子的短头发的女灵警走上前，对着女鬼的头颅嗤笑道：你这个鬼玩意儿，还想在这儿玩混淆视听，还有抢劫鬼的？那个女灵警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个女鬼的脑袋，让她的头儿重新回到自己身上。灵警对着她嚷嚷：别想反抗哦。没想到这女鬼还挺硬气，咬牙切齿地骂道：就你们这样的也敢嚣张？还真以为你们能搞定我不成？你要是不怕死的话，就试试看。你皱眉摇头，手里的那把断桃木剑狠狠地往女鬼的脖子上戳了几下。听话的照做，要不然我非得把它捅进去让你看看。这下女鬼顿时就怂了，狠狠地瞪了你2眼，实在是没辙了。那个女鬼的脑袋只得乖乖地飞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去。就在这时候，带头的灵警一挥手，让另一个妹纸和另外一个灵警拿出那特制的手铐给女鬼铐上。看到这儿，你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紧接着，这些灵警们就押着女鬼进了警车，然后锁好了门。女灵警拿着一个信封走到你面前，感激地向你说：谢谢，因为你为我们城市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你应得的奖励。你愣住了，接过信封打开一瞅，他们居然是整整1万块钱的软妹子。你心里那个美滋滋啊，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你掏了掏裤兜里面的1万块钱，本来就是想搞一顿饭钱，居然还有这莫大的惊喜，心里那个兴奋劲儿都没法用文字表达出来。然后你猛地一巴掌拍在大腿上，这世上就没有不能赚的钱，鬼有什么可怕的？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踏入这条既不犯法又能赚钱的路上了。拿着这些钱，你首先就想去搓一顿好吃的，但是现在这大半夜的，哪儿还有店铺开门啊？正在你犯难的时候，刚才你后面的那几个驱魔人悄悄地跟了过来。那个带头的驱魔人走到你身边，笑着伸出手对你说：哥们儿，你真是够厉害的，你是咋能用一把碎桃木剑就单挑那个女鬼的呀？你瞅瞅我这几位同事，你帮忙给说说你是咋打的呗？你抬起头看看他们，问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些人纷纷自我介绍，他们自称是驱魔人，虽然还是实习的，但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叫做暗夜小队，专门捣鼓那些祸害人间的妖魔鬼怪，然后把他们收拾掉，换取报酬和奖励。那最大的一个家伙，他是他们的头儿，名叫李安。你听完他们的讲述，心中有些疑虑，立刻问道：那你们刚才干嘛不早点动手帮忙呢？那个驱魔人摸摸脑袋，笑嘻嘻地回答道：兄弟，我们哪有你这么生猛啊？我们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呢。你皱皱眉头，犹豫了一会，说的好像我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似的。听到这话，在场的人都被你这段经历深深地震撼了，特别是那个女驱魔人，她已经激动得脸蛋通红。哥哥，原来你也是第一次跟鬼打交道啊，居然还把他搞定了，哇塞！你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摇了摇头，摆摆手说道：其实也没啥了，就是一只小鬼罢了。李安急忙走过来，满脸堆笑地说：大哥，能不能教教我们你是怎么面对那种鬼魂的？我们真的很想学学啊。听完李安的话，
你沉思片刻，然后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老子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凭什么还要跟别人分？正当这时，远处传来警笛的声音，抓捕女鬼的那辆警车不知不觉开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忽然之间，远远地看到一顶由4个小鬼抬着的红色花轿横冲直撞地朝警车奔去，直接和警车对在一起。那轿子屁事儿没有，警车倒是直接翻了。那个坐在小轿车里的靓丽女鬼咯咯地狂笑着，边上居然还躺着一位已经昏过去的男警察同志。等警车里剩下的那几位警察大哥狼狈地爬出来，那红色的小轿子早就飘得无影无踪了。那女鬼倒是溜之大吉了。这位女领警可真是火冒三丈，拿起对讲机就开始怒吼。春风路口出现喜轿，还劫持了1名警察，抓到了的女鬼也跑路了，赶紧派人过来支援。这时，你原本打算跟那几个驱魔大哥道别，但想了想，还是得多了解这个世界的规矩，所以你就问：对了，要是对付鬼的话，啥东东最顶用来？我就是看你们能不能答上来。那几个驱魔大哥立马认真的你一言我一语，说对付鬼最常用的就是桃木剑，尤其是那种养了100年的桃木，那可真是宝物级别的。当然了，要是雷劈过的100年桃木，那可就是桃木剑中的战斗机了。除此之外，还有驱鬼符、杀鬼符、降魔棒之类的，还有红绳、八卦镜这些神器。那几个驱魔大哥都快激动的争破头了，你就在旁边默默的心里点头，把他们说的全都记住了。你们在这方面上的专业知识，我敢打赌一点错都没有，就是缺了点胆量。一听这话，这帮兄弟们立马乐开花了。然后那位女驱魔哥们又说话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下如何对付鬼王，或者干脆我们抓一只鬼，您给指点2招呗？你心里想着自个儿哪会应付鬼哦，况且连装备都没买呢。就在你挠头烦恼之际，那边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原来是你认识的那只女鬼正在快速逼近。待她走近看见你面孔时，竟是一脸呆滞模样。你心里也是突如其来的惊讶，然后笑着对女鬼说：如果这都不是缘分的话，那什么才叫缘分？那女鬼也是一脸懵逼，什么叫没开2朵？早知道这样，咱俩还不如商量商量合作赚钱。这会儿你手里拿着破烂的桃木剑，眼睛里只有钱这个字眼，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那几个实习驱魔小弟看得心惊肉跳，李安哥也忍不住感叹：真服气了，人家这个气势，咱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呢。然而那女驱魔妹子却连连点头，简直被你帅爆了。只见这位英勇无比的前辈面对女鬼毫无惧色，他跟那几个小弟们就像你的粉丝团一样，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崇拜的偶像既不懂法术，也不会修行，唯一的武器就是一股子狠劲儿。再说，女鬼现在还被手铐锁着呢。那女鬼一下子懵逼了，低头一瞅，慌的一匹，瞬间想起自个儿还戴着手铐呢，这下咋办呢？那手铐就像狗皮膏药粘在她手上似的，想要对老子动手，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你突然咧嘴邪魅的笑了一声，慢慢的朝女鬼走了过去。看到你这般风采，女鬼不知怎地，心里开始发毛了。人们常说鬼害怕人，但你这人要是狠起来，连鬼都怕你。女鬼惊恐不安的警告道：别靠近我啊！女鬼紧张的咬紧牙关。在不远处的角落里，那个女驱魔人大呼过瘾：这哥们儿真厉害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鬼怕人的场面呢。这小伙儿是条汉子，咱们得多向他学习学习。你得意洋洋的笑了几声，脸色微微有点要吃人的样子，盯着女鬼：你给老子大声喊，你叫的声音越大，我就越兴奋，就喜欢你这种不怕疼不怕痒的鬼。女鬼见状，立马想转身逃跑，你急匆匆抄起桃木剑，对着女鬼的屁股狠狠一划，吓得女鬼赶紧往边上闪开。可悲的是，这距离实在是太近了，她想跑路都难。女鬼真的生气了，舌头突然变得老长老的，像弹簧一样对着你抽打过来。你急忙挥舞着桃木剑，像水蛇一般的舌头砍下去，吓得女鬼的舌头不敢乱动弹。要不是老子带着这个特殊的手铐，早就把你削成木头人了。你冷笑着嘲讽道：你过去没手铐的时候，也没看你把我咋样。就在这时，女鬼趁你不备，转身就要溜走。你生气的哼了一声：这钱袋还能跑了？说罢立马跟了上去。这女鬼虽然飘得飞快，但是对比你这个变态训练的丝毫不占优势，特别是手上还有那个特殊手铐限制住了她的法力。你几次撒丫子狂奔，快得差点就能揪住女鬼。后面的几个驱魔人都跟着瞅热闹，亲眼见证了你和女鬼激烈的战斗过程。你边追边嘿嘿怪笑：小妮子，你注定是逃不出去的，我马上就要追上你了，嗨嗨！距离已经足够近了，我随便丢个桃木剑都能刺中你。哎呀，不错哦，跑得挺欢的嘛，这游戏越来越好玩了。这话传进女鬼的耳朵里，她心里压力山大，原本在气势这块她就已经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了，现在你不仅穷追不舍，口头上时不时来几句语出惊人的话，让她原本就薄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最后这女鬼终于崩溃了，忍不住开始哀嚎起来。你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猛地冲上前去，直接扑到了女鬼的背上，然后跟橡皮糖一样在地上翻了几个滚。你顺势还压在了女鬼的肚子上，俩手掌死死按在女鬼身上，而另一只手里攥着的那把断掉的桃木剑则稳稳地扎在了女鬼的脖子上。等到其他驱魔人赶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你骑坐在女鬼身上，一脸傲娇的样子，
这女鬼早已经被治得服帖无比。哎，刚才没看清楚，错过了精彩部分呀。那几个驱魔人员也纷纷表示，刚才肯定激烈的不得了。那女鬼此刻正哭天抢地的喊着：“老天爷啊，吓死鬼了！这究竟是哪个家伙啊？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这位大哥。今儿晚上碰上这么一个强硬的角色，早知道这样就窝床上睡觉算了，真是出门没看黄历啊！你这边也乐不可支，1万块钱荣耀归来，这钱赚的也太容易点了吧？”这话一出口，搞得其他几个驱魔人心潮澎湃，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他们几个加起来都摆平不了一个小鬼，结果你一个人晚上搞定了同一个鬼2次，这让他们脸红心跳。假若让他们晓得你其实也没啥内功修为，只怕他们要尴尬到钻牛角尖的好吗？就在此时，女鬼忽然像是想起啥事儿似的，猛地伸手一把掏出你裤子口袋里的手机，速度跟闪电似的打了个电话出去。电话马上接通了。喂，警察叔叔吗？我就是刚才差点被你们抓住又跑掉的那只女鬼，但我现在又进了虎口，你们赶紧过来别磨蹭了，真的挺害怕的。电话那头传来疑惑的声音。啥意思啊？你咋把自己给举报了呢？你本打算自己报警，结果现在女鬼自投罗网，看到旁边的李安他们几个实习的驱魔人目瞪口呆，啧啧称奇。这事儿还是第一回碰上，活动是没白参加，今天可长见识了。其他参与者也都连连点头，全都觉得这可是今年最刺激的一天。没过多久，林警局的那几位热心肠叔叔火速赶到现场。首先下来的女林警一眼看到正拎着女鬼的你，眼睛立马亮起来。嘿呀，这不是你吗？我果然没看错，这女鬼还是栽倒在你手上。那几位林警也围上来，合力制服女鬼。女鬼看起来像是吓得失魂落魄，望着警察们大喊：“快把我带走！”女林警皱着眉嗔怪道：“你急什么啊？不是刚跑完吗？为啥又想去蹲监狱了咧？你还想着钱的事？我费了老大力气才把他再抓回来的。”女林警却似乎没有领会到重点。咱们押送犯人回警局的时候碰上红轿子那事儿了，里面的嫁衣女鬼把我们队里的一位警察给抢走了，我们好不容易重新把他追回来，结果那男的已经被吸走了多半阳气，至少得10年8年才能养回来呢。这位女鬼就是趁着那阵混乱跑出来的，当时我还以为让她溜了呢，没想到最终还是你给抓住，看来你也是个狠角色哈。女林警的目光再次转回到女鬼身上，女鬼看向你的眼光已经不仅仅是恐惧，而是像看见臭虫一样憎恨你。然而你却不给她多喘息的时间，继续追问：你们那个奖金机制是怎样算的？像这种越狱又被抓回来的算不算加分项呢？女林警回答：只要抓1次就算一项功劳。你再次发问：那我帮忙抓了2次，岂不是该再给1万块奖金？女林警一听，笑嘻嘻地掏出1万块塞到你手里，不过你的脸色却是相当难看。哎呦，我不在乎有没有奖金了，主要是我这个直肠子认死理儿，红包必须得有。无奈之下，女林警又给了你1万块钱，这次你倒是勉强收下了。拿到钱之后，你也懒得多说了，那你们抓紧时间把这女鬼给弄回去，好好关着吧。你又趁隙对女鬼叮嘱：要是以后你再敢逃跑，别忘了再来找我。女鬼咬牙切齿的回击：我保证再也不敢了，你就抓紧时间死心吧，我这辈子都得待在监狱里。听到这话，你不禁一愣，哇塞，你也发现了吧？其实坐牢挺舒服的，对不对？